这里是安徽省祁门县的桃源村，有大概800年历史，是祁门红茶的发祥地，大概是目前有300户人家。我和我的团队用了3年时间给这里做了一次微创手术，通过一小点一小点小房子小改动来重新激活整个村子的活力。这个房子是进入村子的第一幢房子，原本是一个小药店，它只有80平方，把它改造成一个村子的接待中心。这个村子有1村9祠的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房子当作第10个祠堂来对待。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浓妆艳抹的网红款，而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本地姑娘。改造完全保留了以前老房子的样貌，重新设计整个木构体系。古徽州地区的一个木构特点就是肥梁细柱，原本很粗大的柱子被分成4个细柱，成为一组散柱，将一根梁扩充成并排放置的一组双梁，所有的梁和柱都通过榫卯的方式咬合在一起，形成了散柱复梁的屋架整体体系。整个空间有4面墙，第一面墙是3间折门，可以完全打开，让室内外完全交融。第2面墙是影墙，我们将生长在外部的竹子通过光影的方式投射到这面半虚的玻璃墙上，竹影婆娑，随风摇曳，充满整个室内。第3面墙是虚墙，我们用了3000块玻璃砖砌了一整面马头墙，一改马头墙的封闭感，里面的木结构的虚影能够完全呈现在外部。第4面墙是竖墙，我们专门从800公里以外的苗圃园中挑选了一棵弯曲的枣树，将它未经修饰地悬挂于墙壁之上，木梁柱和树并置于屋内，文与质，虚与实，内与外，曲与直，获得了一种传统文学的对仗关联。桃源村家家都有种茶、制茶、卖茶的传统。桃源村的一个茶号，1915年曾经代表整个祁门地区去参加美国巴拿马世博会，获得了一个民间茶庄奖的金奖，但是缺少一个品茶、论茶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们把废旧的杂物间，然后改造成了一个茶室。1楼是一个品茶论茶的一个空间，2楼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是提供给村民在这里闲谈聊天的一个公共区域。新建的屋顶跟老墙之间形成一条缝隙，外部的空气也好，所有的鸟叫也好，完全能够无缝隙地进入到整个空间里面。另外我们还改造了2个老房子作为客栈，当然还有把从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木料做成了一个茶亭，在半山腰可以俯瞰整个茶园。村民提供了非常多的建议，村里的老人会来跟我们叙述以前这有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造型，是什么样的木头，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个话语的描述来把村子以前的一个风貌给它复原出来。我们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搞完了跟以前那个环境大不一样的。说老百姓在闲暇时就在这里面喝喝茶聊聊天我们也想把自己家的房子建成这样。跟我同时毕业的同学肯定生活物质上面会比我们要优厚很多，但是我是觉得在乡村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眼见着一个很实际的东西从图纸变成建筑，坐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是完全体会不到的一种成就感。